大家早晨好，也有地方可能是晚上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那边是土拨鼠。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星舰三啊，应该是星舰第三次发射到底怎么样？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吧？虽然我们好像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烟花，但是啊，甭管是国内国外都在喊成功了。以前在星舰一发射的时候，国内我觉得整个媒体里面还是幸灾乐祸的声音要多一些，但是等到星舰三发射的时候，我觉得国内媒体的论调已经理智很多了。好啊，土拨鼠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从哪儿开始呢？是先介绍一下星舰，嗯，或者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好吧，这就是从这个星舰的第三次发射，也就是3月14号，那大概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25分左右，这个星舰进行了它的第三次这个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组合的这个发射。是。然后，对，我看咱们可能有的朋友还是没有，就可能对星舰还不是特别了解。那咱们到第3页往下翻2页，看看它这个，对，看看它这个星舰的一个大概的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成吧。星舰现在是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运载火箭，那起飞重量达到了5000吨。在此前最大的运载火箭呢是土星5号运载火箭，也就是美国载人登月的那个运载火箭，那还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运载火箭，起飞重量是3000吨，而星舰的起飞重量就达到了5000吨，它高度现在是121米，直径是9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大的东西。反正在新加坡这块的话，相当于新加坡最大的军舰、最大的战舰2艘最大的战舰那么大那么重的一个东西。然后星舰往下一页啊，咱们星舰本身呢，它是一个2级火箭，就是说它这个结构上比较简单。位于上方的就是咱们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一部分，从屏幕上那个呢，它是叫做星舰飞船。它实际上不光是一个火箭，它等于是一个火箭和宇宙飞船的组合体，也是比较一个突破性的设计。以前我们都是火箭是火箭，飞船是飞船。那这次星舰呢，它是火箭和飞船的组合体。这个东西高呢，大概是50米左右，它的这个直径呢也是有9米，然后它能携带的燃料数量呢是1200吨。然后星舰的老范再往下翻2页，再往下的就是这个位于下方的呢，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往下一页，这个跟星舰飞船介绍完了，超级重型上一页，对对对，这儿超级重型助推器。超级重型助推器的话呢，实际上相当于咱们普通运载火箭的这个1级火箭，它的长度呢是70米，直径呢也是9米，它底下装了33台猛禽发动机。这个猛禽发动机现在说的这个推力呢是230吨，每一台33台，大家可以算，总共是7690吨的推力，可以把这个火箭推上去。可以再看一下下一页，就是这猛禽发动机的一些参数。这就是大概星舰的一个过程。我刚才漏了一个，就星舰飞船上也装有这个猛禽发动机，不过它装了2种，一种是和星舰的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一样的，猛禽海平面版的，它的推力是230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真空版的猛禽。真空版的猛禽发动机，它的推力就会更大。大家看到这个真空版的，从外观上看，真空版的猛禽和海平面版的主要可以看那个喷管的直径。真空版的直径会更大，因为它那个燃气可以做更好的扩张，它的推力就能达到这个265吨。那整个这个星舰，它现在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在1级和2级都可以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呢，可以达到150吨。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知道猎鹰9号运载火箭，它的1级火箭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2级火箭它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而星舰从设计一开始就是希望它的1级火箭和2级星舰飞船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所以，有这么多创新，使得这个星舰运载能力很大，然后起飞重量很大，运载能力很大，然后又全部可以重复使用，就使得星舰对未来咱们这个整个这个航天市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应用，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星舰的这么一个地方。这就是大概星舰的一个简要的情况。然后，如果要是我还有什么没有太说清楚的，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就是留言，然后呢，我呢看看能不能够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解答。这就是这一块。然后星舰到现在为止呢，总共进行了3次发射，第一次是在2023年的4月20号。那次发射的话，首先起飞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包括发动机的这个有几台不工作，然后飞行过程中也不工作，然后最后呢，在大约4分24分多钟的时候，在这个星舰1级和2级还没有分离的情况下呢，就触发了自毁装置，然后星舰就自毁了，这就是星舰的第一次发射。后来第一次发射的话，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主要是星舰之后，当时根据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一些改进。第一个是对这个发射场进行了改进，然后在发射场增加了这个喷水装置。然后第二个呢是针对猛禽发动机提高了它这个可靠性，因为当时的时候从起飞就有一些这个发动机没有工作，飞行过程中有更多的这个猛禽发动机没有工作。第三个呢是改进了这个星舰的这种分离方式，从原来的这个星舰1的时候还是采用的冷分离，那星舰2开始就都是采用热分离了。同时呢，为了适应这个热分离，然后增加这个解决这个2级火箭发动机点火的时候这个燃气流排导的问题呢，对这个级间段进行了改进，在级间段上开了槽，让那个火焰能够适应。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改进措施。此外呢，还进行了一些静态点火实验。然后到了2023年的11月18号，就进行了星舰的第2次这个星舰组合体的这个飞行实验。那相比第1次飞行实验的话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几个改进。这个首先是发射场屏的改进，在发射场屏上加了钢板，底下也加了这个喷水装置。那这个可以看到箭头所指的就是在加装过程中的。目前现在的屏幕上这个图呢，就是星舰的这个级间段这块，因为采用了热分离，所以它这个原来的级间段可以看到左侧这个是封闭的，那在这个右侧的这个级间段就已经改成带有这个开槽，它主要是让2级发动机的这个火焰能够从这些开槽里排出。主要是这些，这个从这儿我们就更可以看出这个级间段的这个开槽了。对，那它上边这底下被喷这段应该是蛮耐高温的。对，就是这个弧形这个顶盖，它肯定是特殊材料的，肯定是特殊材料，它必须得是非常耐高温的。所以看着好像不起眼，但是实际上里面满满的都是科技含量。然后现在呢，就是包括这个星舰的第2飞，我刚才已经说了是11月18号，去年的11月18号。这个呢，就是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个是星舰飞船起飞的时候，首先这个发射场的改进措施是非常到位的，就1飞以后的这个发射场改进，发射场表现不错。然后整个发动机在起飞的时候，这个33台也都顺利点火，一直到这个热分离的这个时候呢，33台猛禽发动机工作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分离之后，在那个按照原来的计划，在分离之后，那么超级重型助推器要做一个姿态的这样的一个翻转，然后落到海面上去。做这个翻转就需要它的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发动机的这个要重新再点燃，因为在分离之前，它把33台发动机呢就关到只剩3台了，关到只剩3台。分离之后，然后呢，
它要重新再点燃3台是中间最中心的那3台，然后中圈还有10台，在外圈是20台，总共33台。它要再把这中圈这10台发动机点燃，在点燃这10台发动机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个后来在分离后不久超重就爆炸了，超级重型助推器。那星舰飞船呢，当时工作还是正常的，6台发动机，就3台真空，3台海平面，工作都正常。但是飞到8分多钟的时候，突然这个信号就丢失，后来呢就也发生了爆炸。这就是星舰2飞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实际上当时造成不管是2飞的超重，还是2飞的这个飞船爆炸的原因，实际上都是发动机那个舱那部分呢，实际上它有燃料泄漏，然后引发了火灾，最后触发的爆炸。这就是目前给的一个初步的判断。所以针对这个2飞之后呢，星舰组合体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包括了这个超重的这个山鹅舵的这个外形尺寸进行变小。我估计这个主要还是减小，第一是在正常的飞行中减小它的这个迎风阻力，第二个就是即使改变了这个山鹅舵的尺寸，它的控制舵面也是足够的，控制力矩是足够的，所以就把它减小了。第二个呢，就马斯克实际上也曾经说过，就在飞船舱内加载荷。这个载荷的话呢，就可以增加这个飞船还有这个超重的这个燃料的消耗量。这样的话就不用进行过多的这个多余燃料的这个排出，这就是主要是这一方面。另外呢，在这次的这个星舰3发的这一块呢，它还增加了星链天线。星链天线非常重要，待会儿咱们就可以谈到啊。所以呢，它等于这次在这个载荷里还增加了星链天线这一块。然后下面呢这条呢是把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丝幅从液压改成电丝幅。大家可能注意，像起重机啊什么的，那都是用液压的，然后它这个液压缸在这块，液压马达在这块动作。液压的好处是它动作比较平缓，然后呢那个比较稳定，但是也有缺点。最典型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有比较复杂的管路。那我们知道星舰这个，比方说超级重型助推器，它是33台发动机，这33台发动机都有燃料供给系统，所以它那管路本身就是很复杂的，燃料供给的管路。你这时候再增加这些液压管路，就会使那儿的管路变得更复杂。所以呢，他们现在的改进，把这个液压改成丝幅以后，一方面电丝幅以后呢，改的可靠性会提高；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它的整个这个底部的这个管路系统的这个布置也会非常非常方便。当然，这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它是因为电丝幅你得有电，所以你要怎么解决电力来源的问题？所以比方说它要增加电池，甚至加个小发电机什么的，这都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液压丝幅变成了电丝幅。另外呢，就是增加了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的刚度。这主要是在星舰的第2次飞行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舰体的这个晃动，特别是超重和这个飞船的这个晃动还是比较大的。所有的这些改进大概是17项。那做完这17项改进之后呢，这个 FAA 就最后就关闭了对这个星舰2飞的这个调查，所以很快呢也就拿到了它的这个就发射许可证。那在3月14号，也就是前天，那星舰就进行了第3次这个飞行。第3次飞行实际上也正好是 SpaceX 成立22周年，也是派日，就是 3.14 嘛，派日，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星舰3飞，大家可以看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就是这么一个飞行剖面。这个剖面这个图本身是从这个 SpaceX 官网上截下来的，可能显得不是很清楚，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左侧下方这就是起飞，起飞了之后到这个位置，我现在鼠标大概到这个位置，然后就开始就实现了这个就是星舰的分离。看不到鼠标，我是不是看不到我的鼠标？看不到，对，你就直接讲吧。
那就是然后大约起飞到2分40秒左右，然后就实现这个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和这个星舰飞船的分离。分离之后，咱们就得分2支。第一支呢，就是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它会像以前我们那个猎鹰9号，如果要发射猎鹰9号，那个1级火箭是返回地面的时候，不是返回海上啊，是返回地面的时候，它会做一个后空翻，然后再落到海面上来。那这个后空翻就要求，就是说在分离前，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从33台发动机关掉30台，只剩位于中圈的3台发动机，然后来实现分离。分离之后，马上再打开10台发动机，就13台发动机来完成这个后空翻的动作。然后完成之后，这13台发动机再关机，然后超级重型助推器再慢慢的落到海面上，临降落到海面上之前，要再点燃这个制动发动机，减缓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下落的速度，然后在海面上做一个软着陆。这就是超重这一块，我们就说完了。那飞船这一块的话，就会继续在这个飞行，飞到大约起飞到8分多钟的时候吧。然后呢，这个时候星舰飞船上的原来是6台，我刚才说过了，6台是3台海平面，3台真空版的发动机就会关机。关机之后呢，这时候星舰飞船就会打开它的这个载荷舱舱门，这主要是为了将来，比方说发射星链卫星的时候，那我也要打开载荷舱舱门，把卫星放出去。所以呢，这个星舰飞船会打开这个舱门，然后这时候星舰飞船会在一个接近于正常轨道的这个情况下做飞行，它这个时候的速度大概是26000公里左右，比7.9公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稍低，所以它飞行的时候会慢慢的降低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一直是在卡门线之上，就是在外太空的这么着飞行。那么这次它算是进入轨道了吗？从速度上讲，它没有进入轨道，但是从高度上讲，它已经能到外太空了。它是本身没有让它达到低宇宙速度，就是因为你现在如果达到了的话，那再要它降到地面上就会很难，所以它是有意不把它的速度加到这个28000公里的，差别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打开了舱门之后，它马上会进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就是把燃料推进剂从一个方向转移到从一个这个柱箱转移到另一个柱箱。老范，你现在我看一下啊，能够把那个截图2这个给投到大家屏幕上。等一下，这个图截图2，我想想我怎么把这个图弄上来啊。截图，其实你应该把所有图都扔到 PPT 里，这样就省事儿了。是，对，因为我这儿好像没法弄截图，我只能是 PPT 视频可以，图上不来。我试试。我想想啊，这样，这个截图2，稍后一下啊。你那边啊，对，有看到你那边的用户上来，对，截图2，这儿，好嘞，我们这样，我去把它放到浏览器里头，然后你把它打开，对，分享，你把它打开，来了，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这个是屏幕上这个，咱们看这个蓝红，有这个柱箱这一块的这一部分，那位于上方的就是星舰，星舰飞船这一块，下面的这是蓝色的是液氧，那红色的这一部分就是甲烷。我们可以看到，在星舰飞船的顶部还有一个蓝圈和一个红圈，这是个小的这个燃料柱箱。那这次星舰飞船在这个
接近于轨道的这个上面飞行，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做一个把这个燃料在这里下面，从下面这个蓝红转移到上面这个蓝红，然后再转移回来，这样的一个转移实验。这个实验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星舰飞船实际上它尽管带了1200吨的燃料，但是当它真正发射入轨的时候，那个所携带的1200吨燃料基本上就已经消耗殆尽了。这时候如果我们是发射近地轨道卫星，那可能还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这时候是想去月球或者去火星，没有燃料了就去不了。所以呢，真正要去月球或者去火星或者进行其他深空探测的时候，我们要对星舰飞船进行在轨的燃料补充。在轨燃料补充的话，最重要的有2个技术，第一个是太空对接。这项技术的话，美国、中国都已经掌握了，都已经做过相应的实验。但是美国和中国做的都是常温燃料，就是偏2甲肼、肼基燃料和4氧化二氮这类的，从来没有做过低温燃料的。而星舰飞船使用的是低温燃料，所以呢，这次等于它做这个燃料转移这一部分，就是等于在做低温燃料的这些特性。本身对接这个技术那已经有了，只是SpaceX 到时候怎么把它搞到而已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对于刚才如果说开舱门是对发射卫星很重要，那现在这个燃料转移就是对未来的深空探测是非常重要，为这个未来的太空燃料加注做准备的，做了这个实验，这就是这个实验。然后呢，做完这个之后呢，那星舰飞船进行一段再进行一段在轨就是说这个滑行，然后它会关闭载荷舱舱门，关闭掉载荷舱舱门，然后它会做一个在太空再次点燃位于星舰飞船上的3台真空版的猛禽发动机，做一个太空的再点火实验。完成了这个之后，那么星舰飞船就会变轨，就是说降低高度，进入大气层，重返大气层，最终呢是落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这个印度洋的这个海面上，在海面上是硬着陆，这稍微和超重有点不一样。超重原先预计是软着陆，星舰飞船是硬着陆，就是说摔碎也就摔碎了，差别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这个飞行剖面。那下一页图就是整个这个飞行剖面。那这个飞行时序，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实际上就看一下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最后是1个多小时啊，1个小时04分。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咱们看下一页，下一页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飞行，我根据它这个飞行，就是说给大家大概给这个星舰大概定了，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咱们的目标吧。第一个起飞要正常，包括发动机，包括发射场这些的。第二个就是说热分离要正常。第三个呢就是超重的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的这个发动机重新点火，然后在这个实现这个空中翻转。然后第4个呢是超重的这个返航。那从这次来看的话，前面这4步走的都非常非常好，就是接近于完美了，接近于完美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超重着陆，我刚才说了，在着陆前，那它要这个在超重的这个着陆前呢，它要有这个发动机要再次点火，点火之后减低这个超重的这个速度，最后在海面上软着陆。但是这一点最后呢就没有做得太好。老范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5吧。OK， 视频5。大家注意，现在就是高度，注意的这个左下角这块高度、速度啊，现在1400多公里的速度，高度2公里了。
马上呢，然后旁边这个圈就是发动机，注意亮了3个发动机，我是有意把速度减慢了，然后又变成了2个这个白点儿，这就是发动机点火的这个状态。首先我来说，它这个发动机的这样的点火，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因为它点的既不对称，然后那个什么，说明再次点火的时候，它这个点火不正常。然后从刚才这段视频结束的时候，这个高度已经到0，但是速度还有1112。实际上呢，它这个高度应该大概是在当时这一段视频信号截止之前，那它的这个速度大概是就是 0.9 个马赫吧，0.9到1个马赫，差不多是这么一个速度。这种速度如果要是直接砸到海面上，那肯定是粉碎的。所以呢，根据后来我们得到的数据，大概是在462米高的时候，这个超重这上面的自毁系统启动了，就是把这个超重给炸碎了，然后落到了海面上。这就是超重最后一段。那咱们回到刚才的那个 PPT， 这就是等于最后超重的这个在海面的软着陆没有实现成功。然后呢，我们再来看飞船。飞船在和这个超重分离之后，那么它第一个就是做的这个发动机关机，这个是正常的。然后第二个做这个舱门的，就是载荷舱门的这个打开，在轨滑翔也是正常的。第三个是打开这个舱门，这个是正常的。第四个是做的是这个推进剂的转移，那这个做的也非常成功。然后第5个是这个舱门关闭，舱门关闭应该这么说，从视频上来看呢，我们是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舱门做了关闭这个动作，但是关闭的不是很严，所以呢，我把它也算作就是不算很成功这个动作，所以我给它标记成了黄色。那个舱门我们看着很小啊，就很窄一小条。对，一个窄缝，就是一个窄缝，它没有关严。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段那视频，就是我是从它的这个，因为他当时给了一个舱内的这个视频，就舱内的这摄像机的这个视频，然后他那个视频里我能看到那个光影还在动，就说明它舱门没有关严。如果关严了的话，那光影动就看不到了。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要进行这个真空版的3台猛禽发动机的再点火。那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根本就没有做，所以呢，我也觉得是这个不太正常的。最后就是飞船着陆，飞船着陆这一块的话，我想先请老范播一下第6个视频。第6个视频 ，OK， 等一下啊。视频6，大家请注意，这个视频里会出现好多碎片之类的东西，这个是请大家先注意一下啊，很多这个碎片，待会儿咱们可以来聊这是些什么东西，然后咱们再把这个视频播完，可以再看一下视频7。OK， 这是视频6，然后我们在视频7就是就是飞船最后的这个失联的这一段了。就是起飞后大概46分钟左右，大家就注意，这非常漂亮啊！这待会儿再说。这次突破了黑障，人类咱们第一次的，即使进了黑障还能看到视频，这是人类第一次，非常重要。这就是进入对黑障，待会儿可以我跟大家解释什么叫黑障。是好科幻吧？但是马上信号就要断了，就是这样，信号断了，信号断了，这就是然后这个飞船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一段等于飞船的这个硬着陆这一块最后视频丢失，信号丢失，这应该也是不太正常的，所以大概就是
这次的大概目标达成的情况，大家可以就看一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好，然后往下我就马上来说一下这个最重大的突破，我觉得的就是这个返航的时候，我们竟然原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比方说神舟飞船啊，包括什么所有的飞船在返航的时候，它都会进入一个黑障区。什么叫黑障区呢？就是当这些航天器载入大气层之后，由于它的速度很高，一般呢是在就是8倍音速以上，8马赫数8以上。这个时候它会高速的，就是迎向这个气流方向的这一面呢，就会和气流产生比较强的挤压，这时候会形成一个高温高压。当这个温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迎风面形成一个等离子体。那等离子体实际上会形成一个屏蔽层，相当于把所有的电磁波都屏蔽了。这时候飞船里的信号发不到地面，地面的信号发不进飞船，然后这个你用雷达也探测不到的，就到这种程度。就是所以我们一般都叫为黑障。那这个黑障的持续的时间，根据载入的角度和载入的速度不一样，可能会不一样。那短的可能要2-3分钟，长的可能要5分钟左右，要有这么一段，相当于我们完全和它失联。但是这次星舰飞船上面呢，它装了，刚才说了，载荷里面它装了这个星链天线，所以它是等于通过刚才我说是迎风面，背风这一面，通过背风的这一面，用星链卫星天线指向天上的这个星链卫星，通过星链卫星把信号传回地面，所以我们能看到刚才的这些画面，这是我们真的是第一次。以前当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但是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卫星，你不能造成一个持续信号的这个传输。正是因为星链卫星现在数量已经足够，我们能看到基本是连续的画面，这就是这次的一个最重要的突破了。对，那是不是以后咱们各国再放这个航天器的时候，都会装个锅上去？那就你要让 SpaceX 同意啊，要跟它反正是个商业公司，咱花钱买呗。对，要向马斯克行贿啊。对呀，可以。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可能存在的一些整个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起飞阶段，虽然我刚才说它的这个过程也是完全成功的，但是呢，我作为搞航天的，所以我有些东西愿意抠细节。细节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发现它这个超重的这个点火啊，不是特别同步。大家可以看老范，请播一下视频1吧。OK， 等一下 ，Video file， 视频1。大家注意，视频1呢是这个发动机，就起飞的时候发动机啊，不是视频2，对不起，这是飞行轨迹，视频1是飞行轨迹。OK，就是从德州它这个东西玩不好，还是有可能扎在陆地上的。当然有可能了，但是你可以把这个在陆地的这一块，你把它放到飞船，就超重是肯定落在不飞过任何陆地，超级重型助推器就落海里了。就轨道设计上，飞船的话，那它落下来也要相当长时间的，没有那么快，在外太空掉下来没那么快。视频2，对不起。这样的一个门，我说怎么那么窄缝呢？啊，对。我搞错了吗？视频2，那视频3，没关系，继续。因为我是没想明白，我说他怎么会那么点？对，就这样，就是这么小的一个舱门。对，就是狭缝。大家注意啊，注意这个点火，我现在已经用箭头给大家标出来了啊，看到没有？有一个发动机晚点火了。现在视频这个时间我是给它加速了10倍，所以呢，实际的时间是这个1/10，大概是100毫秒左右。可能大家觉得这个100毫秒不是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好多在航天这块的话，是不是问题得好好讨论的。我觉得100毫秒的时间是太长了，所以我把它列成了一个问题。那咱们就回到这个点火了100毫秒。
对，有一台发动机晚点火了100毫秒，对比其他的。OK，然后再在下面那个是这个舱门关闭不严，舱门关闭不严这块的话，我没有截那个视频，待会儿要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就是放一下看一下，就是这个舱门关闭不严的，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发动机再次点火失败，然后再往下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刚刚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这进入黑障之前，有大量的这个碎片出来，我怀疑有可能是有些基本上可以明确就是上面的防热瓦脱落了。最后飞船的这个解体，和失联和解体和这个防热瓦脱落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可能性挺大的。这是一块。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它返航的时候，这个飞船的这个翻转啊，是比较剧烈的。从视频上我们看，按道理它应该是一直就是一个迎风面，就是这么着朝向这个它的这个滚转应该不是很大的。那这次感觉还是比较大，这是我大致觉得的，从视频上看到的几个问题。那今年怎么弄？今年按他们的计划是想打6次星舰，然后这6次星舰的话，这是第1次，那就还有5次，后面的任务还挺重的。我觉得下面这个可能星舰最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超重型助推器，这个海上软着陆成功。第二个呢，它可能如果要还可以的话，可以在太空进行，刚才已经说了，已经做了燃料转移。那咱们就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太空燃料加注，就直接就试一下这个。然后这个飞船发动机的多次重复开机，只重复开1次是不够的，我觉得它应该做多次，因为你未来就是多次，未来的使用工况。然后呢，在飞船的这个硬着陆成功。另外，如果要可能的话，今年飞船最好进行这个月球的这个着陆测试。包括先绕月飞行，甚至在月球着陆再起飞，然后如果要可以的话，这样明年年初可能可以让飞船进行载人的近地轨道的实验，然后这样能赶上明年这个阿尔特密斯或后年的阿尔特密斯3任务，它的时间还是比较紧的。大概是这么一个展望吧。那它今年有没有可能就开始进行商业飞行？比如说飞上去，然后扔一堆这个 Starlink 的星，然后再回来？他先解决他要回来的问题吧。现在还没法就回来。对，他先解决回来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次中国国内也开始承认它的成功什么的？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是，星舰1飞、星舰2飞，你作为如果把它看成一个不可重复使用火箭，它也不能算作成功，就是星舰的1飞。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星舰的第3次发射，我们不把指标定的那么严，按照一次性使用火箭来定义的话，那这个星舰已经完全成功了。那它下面它所有不成功的部分，实际上都是按照重复使用甚至更高的要求来做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么如果它星舰，比如说2头都可以超重和这个上面星舰都可以回收的话，它是不是会比现在发射 SpaceX 卫星的成本再下降了？那下降的肯定是相当多的了。我呢，在我的节目里也做过这个相应的分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然后我简单的说，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是2级大概相当于2级火箭大概占这个猎鹰火箭的这个成本大概要占20%左右。这是大家能够第一个，就是说这部分成本肯定要能够大幅的降低。第二部分燃料的费用。第3部分，因为它的未来如果它是用这个筷子 chopstick 来回收的话，那它的运输成本也会大幅降低。另外一个是它现在猛禽，它等于SpaceX 把猛禽发动机等于就量产化了。我上期节目咱们也说嘛，它现在可能生产规模至少现在就已经达到1天1台猛禽了。那它这猛禽发动机的33台猛禽，它猛禽发动机的价格成本已经降到100万美元以下，
33台再加上面的6台，总共39台，也就是4000万美元就够了。所以是，随着的产量的增加，还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它的这个费用肯定还在降低。另外，包括 SpaceX 现在在这个星舰现在这个发射场博卡奇卡发射场也在建第2个发射塔，第2个发射架也在建了。对，因为现在他们放这个Starlink 的卫星，你就可以看到说这8手、9手、多少手的火箭，而且上午发、下午发，这可以像那个，就简直是像正常机场似的，就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然后蹭蹭蹭蹭下来。对，刚刚打完了19手火箭，对，刚刚打的是19手火箭打成了一发，这是第2个19手火箭。对，但是它这种火箭下来，就是它的猛禽发动机有可能还是会更换的。它不是猛禽，那个是梅林。你要说星舰也一样，它不是都更换，有的更换，有的不更换。它梅林发动机的设计寿命是按照20次来设计的，猛禽呢是按照50次。那个贝索斯的那个新格伦火箭的 B14发动机更牛，它按100次重复使用来设计。我觉得100次这个就有点浪费了。是后面差不离这就是，这是最后一页。对，差不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是我看一看咱们的问题啊，看看大家在向我们提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星舰跟移民火星有什么联系？星舰和移民火星，就是说从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啊，星舰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大规模的移民火星，我一直是这么一个看法，有可能和马斯克想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大规模移民火星星舰的规模还是有点小，我还是更看好 NASA 的那个核动力的火箭，核动力的这个飞船。但是你如果要是像火星，比如建立这个科学考察站什么的这类的，那星舰的运载能力应该是够了的。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可以考虑用星舰向这个火星输送先期的这个科考人员过去，这个能力是够的。另外，星舰实际上它对于建立月球基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可能真的就像那个 For All Mankind 那样的建个什么詹姆斯敦月球基地，很快可能就会来了。OK，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期盼的一个事情。对，是。这个有人在问说，是不是哪怕星舰不回收，单次发射成本也低了？星舰不回收的话，咱们这么说啊，如果要是说我们把星舰和猎鹰9来做比较，如果星舰飞船还做不到回收，超重可以回收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它的发射成本，单次发射成本就肯定要比猎鹰9低。OK，单位的发射成本。哎，我有一个问题啊，你像咱们以前看的这个航天飞机，那是有个大翅膀的，就那个东西是自己可以落在机场上的。现在这个星舰，你看那小翅膀，它是不可能横着飞落机场上的。对，它的航天飞机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最早的一代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的这么一个设想。它本身航天飞机，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星舰，你可以这么想。那这个航天飞机，还要强调一点是，航天飞机实际上这个翻译不太对。实际上它这个叫 space shuttle 嘛，实际上台湾的叫法比较对，叫太空穿梭机，或者我的叫法，我愿意把它叫做航天滑翔机。就为什么叫它是滑翔机？因为它在大气层内它没有动力，它在大气层内就是滑翔的，它那个翅膀只是为了让它在大气层内能够滑翔得更远一点，这样当一个地方不行的时候，可以滑到另一个地方去。那 SpaceX 的星舰，它恐怕是他们现在觉得，就现在的使用来看，包括未来建的这些发射场，可能会全球都建。我不需要，我在这个地方降不下去，我那个就行了。那我这个时候那个翅膀实际上主要是用来控制飞行姿态，已经不再是让它能够在空中留存更长时间来考虑了。OK，了解。
有人说人类需要一次次发射实验 AI 模拟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成本低，迭代快。这个因为有好多人在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发展 AI，就不要去搞航天了。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啊，就是马斯克其实在元宇宙出来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当大家都去探索元宇宙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没有人去探索星辰大海了。这个是其实有一定矛盾的，这是第一方面。然后第二个，AI 模拟的数据其实是它要从现实数据里去抓的。如果你压根儿就没有模拟过这个真实的，你 AI 是模拟不出现实数据来的，因为它很多模拟的东对西，就是像我们其实做 AI 模拟的时候，很多也是做一些想象、采样什么这样的事情，你没有真实数据，你是永远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的。对，最后你总是要拉上去试一下。你就像现在俄罗斯打乌克兰，各种武器上去就趴菜，怎么回事？他没试过嘛，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我觉得实际上就可以这么说嘛，AI 这一类的可以是我们认知已知范围的这个精细化，是而你做这个星辰大海这类东西是拓展你的外延，完是，全是两回事儿。嗯，是的，是的。有人问了，这是你的关注，从你的频道来的。我有几个问题：一，这次发射 FAA 还会跟进调查吗？二，下次发射也还需要 FAA 的审批吗？三啊，这次 Super Heavy Boost 降落和这个 Starship 返回大气层时候的减速还不完美，请问现在猜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发动机再次点燃不成功呢？第一个、第二个可以一起说吧。第嗯，一，FAA 肯定是会跟进调查，他就是干这个的。然对，后下次发射还是要审批的，这每一发都要有审批，中国也一样啊，中国是，也是一样的。然后至于最后这一个问题的话，现在实际上我觉得给出这个原因，恐怕咱们并没有掌握他那些数据。他们现在掌握了大量数据都不能马上给出来，咱们现在说就比较不负嗯，责任了。但是可以是，肯定的有一点是，猛禽发动机现在还是不成熟，因为嗯。至少在这个你像梅林发动机着陆前的点火，现在已经很成功了，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行。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过程，只要继续往下走，就都能解嗯，决。对。总有人问说这个低温燃料，为什么是低温燃料和必要性是什么？低温燃料的必要性，先说那我们先说就是说常温燃料吧。现在的常温燃料就是这个最通常的就是这个偏2甲肼四氧化二氮或者甲基肼四氧化二氮，这两个都是剧毒，而且它的这个比冲比较小。换句话说呢，比冲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单位重量的容量，单位质量的这个推进剂产生单位的这个推力的持续时间，比冲嗯，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换句话说，就是我能够推得更远。比方说，我都用嗯，1公斤的力推你，然后呢，我能够持续5秒钟，你只能持续4秒钟。常温嗯，燃料比冲很低。现在如果对于化学燃料来讲，纯理论来讲，比冲最高的就应该是液氢液氧。如果其他条件一样的话，因为它的分子嗯，量小，所以它能产生的这个，所以从这种来讲的话，你的这个燃料，那分子量越小，那就是它的比冲越高。在嗯，这种情况下，那全都是低温燃料。所以低温燃料的话呢，最少对于火箭来讲，肯定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但是进入太空，特别是在太空进行长距离的飞行的时候，那倒不一定，可能反倒是这个比冲低的有可能有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卫星上啊什么的都会使用一些常温燃料。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卫星上需要这个燃料，它持续时间可能燃料在里面要存1-2年时间，几嗯，年时间，所以呢，它用常温燃料更好保存一些。那星舰未来可能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低温燃料的长期储存。也正是因为嗯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美国NASA 的那个核动力燃料就更好。，OK。那现在这种常温燃料是不是燃烧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不环保的它最终的燃烧产物是环保的，？OK，但是你如果第一，泄漏了，你至于第一是泄漏，第二个，即使燃烧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是100%燃烧，啊，你不可能燃烧不成本，完全
比例是合适的，要么氧化剂多了，要么还原剂多了，都是有毒的。那么低温燃料它是不是压力也很大呀？那罐儿？对，是要加压进行。OK，这种东西我其实有一个事情没想明白，就是它到太空以后，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基本上接近绝对零度的地方？不是这样的，大概在200公里的高度的话，如果不被太阳照到，大约是零下100多度。OK，如果被太阳照到，有可能达到零上100多度，就是跟月球上差不多。月球就是差不多是这么个情况。看看是不是被太阳晒着。对，那其实你低温燃料上去的话，你只要加个遮阳棚啥的，不就这个温度就没问题了吗？就它零下100多度应该也够了。液氧的好像是零下180度，对，零下180度，然后甲烷大概是零下150度吧，我记不太准了，有可能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现在那个零下可能也就是到120、130吧。OK，还是有一点，还是要加一点压的。了解了解。哎，那刚才你一直在讲这个核动力的火箭，它是怎么做的？核动力的话啊，我说个比较，它有好多，有核电火箭啊，核什么火箭啊，我说个最简单的吧。咱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方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它和普通的化学的就不一样了。化学的我们说这个液氢液氧，比方说液氢液氧或者液氧甲烷，既是燃料也是推进剂。就它既发生化学反应燃烧产生能量，同时它燃烧后的这些产物这些气体也被排出去，就变成推进剂。那在这个核动力的话，那它燃料是燃料，燃料就是核，就是反应堆的核材料。推进剂的话呢，比较好的就是比方说氢。那它的方式是，首先我用核反应堆来发电。核反应发电，然后呢，用这个电做一个线圈，然后把这个氢再用核反应堆的这个热啊，把氢变成等离子体，然后等离子体以后它就变成带电了，然后通过这个线圈对带电的这等离子体进行加速，然后把它喷出去。那它第一好处就是它的速度可以特别快，排气速度就可以特别快。我们比方说，如果要是用这个比方说用液氢液氧这类，排气速度每秒钟5公里、6公里，大概这就是非常现在的技术基本上能达到的了。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电来加速的话，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排出的氢加到每秒钟大概30公里甚至50公里。OK，所以它的这个比冲一下大概就能提高10倍甚至20倍。它可以比方说，如果我们原来从地球到火星大概要用7个月的时间，如果用核动力的话，可能1个半月就够。因为地上的这个核发动机基本上或者说核反应堆就是烧开水嘛。对，但是在太空连开水都不用烧了，温差还可以发电呢。了解了解。燃料补充那个转移到头上中下3段的哪个部分啊？如果是头上中部那2个啊，转移的也是液氧和甲烷，还是只转移甲烷？看燃料的排列顺序，头上和中间只转移甲烷。我相信它那个从实验完整性上来讲的话呢，它转移的应该是从上部的甲烷转到下部的甲烷，从上部的液氧转到下部的液氧，然后再转移回去。它应该做的是这个。了解了解。这写的是啥 ？Shed invest 调查，第2个是 several months， 第3个是 title， 对。就是说要再进行一些调查，是，然后调查完了改进完了再花几个月再接着放，然后在搞发射实验之前，计算机模拟少说，已经做了很多次，对，它肯定是能模拟的都会模拟到，但是你计算机模拟完了以后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去实实在在的放一根，然后才能知道这么结果。因为你很多参数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没有去实测，你根本就计算机模型都没有。是，
是，就是你没有模型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其实是做这种叫科学假设，就我们猜它应该是假想，那样的，对。对但是你最后你不放一次呢，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儿。对，你要经过验证嘛，不，是，这个 PPT 从老外截屏来的，看得很舒服，自己配的字看起来标准的中国大学风还丑了。好吧，这个 PPT 回头再研究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星舰3、4发上来就是30发的这个，不上9个和15个的一步步来？它是这样啊，那个星舰的这个发动机，你如果要是想数量少的话，因为你嗯本身起飞重量是一定的，那你的推力就是一定的。你要想数量少，你就得来做更大推力的发动机。嗯然后你要数量多，你就会做推力就可以小。至于哪个更难，那小的话呢，你数量就比较多，结构就比较复杂；大的话，它又有其他的这种结构复杂，所以这是要经过一个论证的。那我相信 SpaceX 也是经过这个论证，结合它当时的技术水平，他觉得像这个猛禽这230吨，它的现在的当前的技术实力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你要把这一下，比方说变成9个的话，那你相当于要600多吨的这个发动机，嗯，你是不是好实现？然后还能不能把成本控住，就不好说了。对对，这都是工程学方面的考量。对，对，有人说这个话说去火星这个事儿，中国应该不会加入竞争吧？这个事儿不好说，对吧？它最后可能是一个面子问题。你现在去划不划算，咱们先不好说。这个伟大、光荣、正确，你怎么能让他人争先呢？对，像当年美苏的这个登月竞赛就是典也是这样，型的例子。其实好多它已经脱离了商业或者说实际用途的这种考量了。中国火箭现在有回收的了吗？中国的火箭现在还没有完全回收，中国火箭现在大概能够做的就是蚂蚱跳，就是在地面上点火，然后升起来，比方说升到100米、200米，然后几公里，现在好像已经做到公里级的蚂蚱跳，我看到的啊，就百米级的肯定已经成功了，然后呢，公里级的好像也已经有了。我最近没太关注这一块儿，好像也已经有，就升上去然后再回来，但是再高的就没有了。按道理应该嗯，还要达到100公里级，然后才是入轨之后的回收，最少还有这2步吧。是。哎，就是我记得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有人问说，我们最近是发了一个什么火箭发到月球上，好像是失败了。它不是发到月球上，那个叫 DRO 轨道。嗯 DRO 轨道的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说是距离月球，有一种说法大概是64000公里，有一种说法是61500公里高。第一个嗯是它这个轨道是，距月球表面有这么高，然后它的这个，然后呢，R 是这个逆向的，它和正常的这个绕行方向是相反的。反向嗯绕行的，然后这个绕轨道这样的一个卫星，它这个卫星本身应该也是中科院下面搞的这种商业化的科学考察卫星，可以这么嗯说。发射的地点应该是从西昌，使用的是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这个火箭也是个老火箭。那当时嗯发射的时候，实际上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是非常成功的，就是嗯完全成功。但是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不能够把这个单独它的推力什么的运载能力、燃料携带量不足以把这个卫星送到这个 DRO 轨道去，所以它在上面加了一个远征1号 S 上面级。这次实际上是这个远征1号 S 上面级失败了。我们可以把远征1号 S 上面级理解成一个小型的这个3级火箭，那它上面装的燃料就是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常温燃料。但嗯是它这次是失败了。不过这个远征1号上面级实际上它也曾经立过功，在长征5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当时实际上后来大家都知道长5的这个第一次发射是取得成功的，但实际上长5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
就是说离预定的这个轨道是差的比较远的，只不过当时也带了一个是远征1号上面级，不是这个远征1号 S， 带了个远征1号上面级，然后上面级上面装的是卫星，最后是这个远征1号上面级把这个卫星又送了大概4000公里，然后把它最后送进了预定的轨道。不过当时这个远征1号上面级就因为这次之后呢，它的这个燃料耗尽了，它当时需要进行的实验就没有做，是这么回事。所以远征1号 S 应该是一个现在还不是特别成熟的这个上面级，那跟这个 SpaceX 一样，要进行实验，实验数量好了之后，它就能够取得成功。这个我觉得甭管怎么说，在工程上你还是要多试，而且试的过程中呢，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我们叫做宽容度，对吧？你绝不许失败，对吧？这个事儿就永远不会有成功。对，不许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是的。然后杨振宁、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定律需要吴健雄进行实验才能验证啊，更别提工业应用了。是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嘛。对，我们这里有几位理论物理学家，好像这就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对，他比较关注 AI。对，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你看这还有一个，对，我也是学理论物理的。对，像我土拨鼠肯定算是工程师了，我应该也算是工程师出身，所以我们思路的很多东西就是，别逼逼，上来试一把，对吧？试完了以后回收数据，回去再去搞理论去。99米的枪打100米，就是这么回事儿。对，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叫做叫事急从权，或者说工程学上的一些解决方法。我看看啊，还有什么？月球基地至少还要20年，这个不好说。你看你要建多大规模的月球基地了？你像如果要是建一个南极科考站那么大的，或者就是像这个 For All Mankind 里面那个詹姆斯敦基地的话，我觉得不要20年，可能10年，有可能就建起来了。对，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从商业上说呢，如果比如说去月球它是有商业价值的，你可以进行融资的话，那么它可能就非常快，因为现在号称是月球上有大量氦三啊，有什么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极其有经济价值的一个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比如说我们就像以前冷战似的，大家比说谁先上去，那么有一些举国体制的国家可能蹭蹭蹭也就上去了，至于中间失败过多少次或者什么样的，咱就不知道了。它现在的，我觉得现在月球的话有2块吧。第一块就是说星舰它这块要成功，这是一个事儿。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大家都玩了命的发月球探测器，包括刚才说中国那个失败了，实际上我们都在月球上找水呢。一旦找到水，然后星舰这边条件再具备了，那建立月球基地就绝对真的是很快了，因为它的第一科技价值、科研价值已经就存在在那儿，科研价值已经够了。商业价值找到水的话，我可以把去建月球基地的成本极大的降低。对，要不然连水都要从地球上运上去，这事儿受不了。对，我不用像那个，所以那就会极大的降低。那有没有商业价值先放在一起？商业价值当然也肯定有，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要去勘测的才能知道。但是我能够降低它的成本，也是能够促进这个月球基地的建设。是的。以前是需要实验验证，现在工程领域的问题，几个什么模拟啊，这个模拟其实百万电子图特，你还是要去试一试的。很难相信一个学武林，这个这个我觉得我们不用去吵这个问题啊。这个我看看，美国民间航空航天技术目前领先其他国家，官方大概什么程度？你这个实在是太不好评论了，就是就是人家现在已经在做星舰要回收了，然后我们现在不是还只是功利级的吗？是，
但公里级其实也不算差了，我估计像欧洲啊、俄罗斯连这玩意儿都没有。对对，我们而且我们是其实已经比他们强了。民间的，我们是民间的就已经做到公里级。是，咱们也是民间，对，虽然里头可能是国资的，有国资，但是也国资还是民间的，对，有国是。资。哎，我看最近好像波音也在准备搞这个事情。是啊，波音是在搞，波音的那个还挺那什么的，它好像是一个类似就是飞机形式的那种回收是方式，它的回收方式还不是特别一样，比较非主流。是，对，其实其它的水他的人都是说立着下来，然后他这个可能是像刚才咱们讲的航天飞机似的，这样飞下来。OK，了解，对，波音就擅长这个，这很正常，人家老本行嘛。而且实际上就是说，等于这个很好，大家都试一试。然后反正我们是民营企业，我是们自己是是，投资，我又不浪费烧的纳税人不是纳税人的的钱。钱嘛。对啊，所以我们试一下多好啊！是是是是，不会超越聪明人的认知，可以超越部分人的知识储备。啊，讲的是 AI 哈，AI 我觉得现在它可能已经超越聪明人的认知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没法认知它到底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它不表现出来，我们其实是搞不懂的。而且有的时候它超越你认知了以后，你反而觉得它的反应质量变差了。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没听懂，其实人家说的可能可有道理了。发射整个过程中的视频信号是靠什么网络传输的？是卫星吗？它分两部分，有一些基本的数据，就是说我们看到底下那个条，就底下那些显示那个火箭啊，就是说这个高度、速度什么的，这是它走的是一路，在这个一般我们都是叫做遥测数据，就遥测，我们一般在中国叫遥测这一块的。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个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通过这个星链卫星传的，就这次发射，以前都是还是遥测数据，那这次它应该是有2路了，但是这次发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次这个信号断了的现象，我估计这里面遥测信号肯定断过很多次了，然后这个星链信号应该也断过。但是这都是需要再改进的地方。是，我真的觉得星链卫星上各种发射器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标配了，就是以后所有的发射器可能都会上星链卫星。对，特别是这次在黑障的时候，然后我们还能够看到，就人类第一次看到了黑障的时候，这个飞船里的情况。那这个，现在网上炒的实际上还不是很厉害，实际上我觉得才是这次最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我在直播的时候都没意识到它这个是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是是是，对，因为我们原来在地面上用星链卫星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站着不能动，那么现在看来这个东西可以高速移动，可以高速移动，它的数量够了，卫星的数量，天上的卫星数量够了就可以高。即使是5000吨起飞重量的火箭，如果到火星而且回来需要多少燃料？目前的运载能力够吗？肯定现在还是不够的嘛。不够，它如果要是现在他们现在的估算大概应该是这样的：把这个星舰飞船发射到近地轨道之后，然后要对星舰飞船进行大概4次或者是5次的这个在轨燃料补充，然后这些燃料可能够星舰飞船进到火星，然后在火星上降落，然后就没燃料了。所以的话，对，所以但是火星上有甲烷。而且就是说，我忘了是勇气号还是机遇号，也已经还是凤凰号，也已经在火星做过实验，就制造氧气，把那化学货物制造氧气也已经制造出来了。所以设想就是，如果想回来，那就是在火星那儿自己造氧气，自己采甲烷，然后再灌进去，再回来。OK。达到一定速度会停止发动机的，然后从火星回来，是的，从火星才就可以了。对，这个说的很对。蚂蚱跳，笑死了，秋后的蚂蚱嘛，哎呀，这个我觉得他名字就这么起的，我觉得没必要为这种事情觉得好笑嘛。人家马斯克也叫蚂蚱跳，对吧？人家最后跳来跳去，不也就跳成功了吗？对，去了火星怎么降落？掉个降落伞。
应该是像，比方说像这个前一段刚刚着陆的那个什么，那个 IM1，就是那个 Nova 的那个美国发的那个月球着陆器，应该是那样的那种方式降落吧？是啊，这个我觉得去月球怎么降落起飞？现在的前面这个去月球登陆的这些人，但是现在好多人说他们是假的。那不可能是假的，我觉得那个就属于那种阴谋论，没什么太多可辩的，你跟他说 OK，什么他都不会承认的。对，其实他们扔下去的东西是很小的，就是去月球的时候，然后他把那个东西喷上来以后，然后接到月球近月轨道的一个东西，然后再飞回来，应该是这样吧？它是这样，这个登月就是阿波罗登月，它实际上是一个第一艘阿波罗飞船，第二是一个登月舱这样的组合体先绕月飞行，然后登月舱和阿波罗飞船分离，宇航员在登月舱里，两个宇航员在登月舱里，阿波罗飞船上留一个留守人员，两个宇航员坐登月舱登月，登月完了以后，登月舱的它分成两部分。一个叫上升器，一个叫着陆器、着陆支架。那么，宇航员在月球上活动完了之后，那么进入这个登月舱的上升器，抛弃着陆器，就上升哦，器回来，然后再和在月球轨道的阿波罗登月舱进行对接，然后宇航员再进入到阿波罗登月舱，抛弃这个上升器，阿波罗飞船回来。那现在的这个阿特米斯3的任务，实际上就未来就会更高级了。它是本身就做一个绕月的叫门户空间站，在月球上。然后呢，星舰发射这个星舰登月飞船和这个门户空间站对接，然后 NASA 发射这个 SLS 火箭的猎户座飞船也和这个空间站对接。宇航员从猎户座飞船进入空间站，再经由空间站进到这个登月飞船，星舰登月飞船，然后登月。登月完了以后，星舰登月飞船回来，再和这门户空间站对接，宇航员再回到猎户座飞船，然后回地球。下次如果要再想登月的时候，我都这星舰的登月飞船还在这儿呢啊！如果它燃料够的话，我可以宇航员去，我都不用再发射登月飞船就可以登月了。等于星舰登月飞船变成了太空和月球之间的穿梭巴士了。像以前我们使用登月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在上面还是可以解决很多的这种临时问题。对对对，就是现在的话，AI 其实还是代替不了上面这个飞行员的。对，就上人这个事儿还是有的时候比较危险啊。问一个航天的问题，土拨鼠是否认为韦伯望远镜是迄今为止人类科技与工程所能达到的极致？韦伯望远镜它的功能是比较单一的，它只能在某些方面，比如我们对深空探测方面，它应该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就是说，把我们的整个对宇宙的视野进行了这个极大的探测，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什么呀。它比如一些我们做的精度啊什么的这类的东西它肯定是达到目前我们的一个极端了。是，但人的技术发展的。每天还都在发展，不要固步自封。对，星际移民和当年地理大发现探险者一样，九死一生。地球再待不下去，也比开拓者舒服。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其实当时的这些探险者还是前面有这个叫做一些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到中国，能够得到香料，能够得到丝绸，能够得到茶叶啊，他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就还是有经济利益在刺激他们。对，而且其实当时的贵族也是给了他们很多的这样的奖励啊，才可以去。现在的话，肯定要比当时技术发展了，但是肯定难度更大了。对，你那边好像不动了呀？掉线了吗我这没有吧？我看我这还行啊。？OK OK，我觉得你那边图像不动了。我能看到我在眨眼。OK，那行吧。AI 有超过人认知的部分，比如 AlphaGo 目前出来之后，带来了很多新的下法、新的定式。
我觉得 AI 不叫超越人认知，就是你就说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它去训练那知识库，谁背得下来？谁也背不下来那玩意儿，对吧？你去拿它那个训练的那个知识库，你让人去练，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人是从零开始一点点学的，他是灌满了知识库，然后等着涌现的，所以压根儿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AI 它不是说有带给我们新的认知，它是在我们的认知的范畴之内，把它做得更精细化、更细致化。是，这个问个这个小白问题啊，雨雪天气会影响星链信号吗？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就说目前来看，据我所知，就你觉得雨雪天气会影响手机信号吗？但 或者 GPS 信号 GPS？好像是有影响的。嗯，我再查一下吧，我这个要觉得好查一下，像应该，是的，是的。有人说50年内人类别想去火星，怎么看进度问题？ 50年内，别想去火星。我觉得这个他这个说法的依据建立在哪儿啊？去火星，换句话说，就是说只要我把人送过去就可以。如果要是只是指这个的话，而不是说在那块建基地、建那个殖民点，我觉得50年内肯定就已经去了，已经 OK，不再可能有那么给你那么长的时间去让你慢慢发展。是，最多就是去了不回来呗。对，而且我们现在在火星，就是说 AI 刚才说，就是说对于航天这块的话，它虽然不能够对航天的这个拓展我们的知识面，但是它能够使我们想去拓展的时候，能够有好多有用的工具，比如我们的飞船可以设计的更合理，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设备都可以做得更优化，项目计划什么的这些，它肯定对这些是有帮助的。那有这些东西加持，我觉得50年内载人登火星，可能30年就够了。是是，月球门户空间站，感觉快有月球造船厂了。好吧。哎，月不球上现在有过我倒金属矿物吗？月球的这个矿物和地球基本上一样。啊，这很多人说月球月球是从地球上撕下来的。有这种说法，它的现在从就是采回的这个样品上来看，月球的这些矿物也和地球基本上一样。至于月球为什么会有好多氦三，实际上那氦三是太阳风造成的。啊，只不过地球因为有磁场，所以把这个太阳风来了之后，先是把太阳风的这个氦三先给它集中到两极，然后又由于这个因为地球比较就是说有大气，所以它基本上都在大气上层，然后就逸散了。月球呢是因为没有大气，然后它落到月球表面之后，月球经常遭受陨石撞击，然后那些陨石形成高温，就把这些氦三给固化到一个个二氧化硅的玻璃珠里了。嗯，对，有人问说为什么还要建空间站，不直接上去就算了？你直接上去的话，如果就是说想干一次，那你直接上去就上去吧。人家肯定但是还是要如果你要反复上嘛。反复建空间站，就是我要长期的。实际上，空间站实际上是月球地面站的全身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是。土拨鼠杂技频道应该把中国航天的元素加入直播啊，这是油管上所缺少的。不管怎么，航天老二是客观存在的啊，虽然上层不给力，众多中国航天人的努力不应该被埋没，政治口号就别喊了，客观就行。我尽量吧，但是我的确也就是因为我以前也干了20多年航天嘛，所以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涉密。而且还有一个中国航天，其实它的直播的信息啊，还有这个公开披露的程度，其实比 SpaceX 还是要差的比较远。它好多东西它不说。对，是。好，我看看啊，还有什么啊？我觉得 AI 是否能够超越人本身，并最终形成自我意识，决定于目前建立 AI 模型的机制，
比如神经网络的概念是否与上帝造人并赋予人意识的机制一样？这个我觉得你不用想太多。意识这个东西，其实到底什么是意识，意识怎么工作的，人自己也没搞明白，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想太多。我们这也不是唯一正确解，对，对，都不一定是正确解呢。叫语衰啊，会影响信号，这个会影响链路信号传输啊，这个不知道他是不是试过这个东西？就是有雨的这种情况下会衰减。是这样的。然后啊，请教近地轨道的零重力环境能生产出什么特别的工业品？首先对于可能提纯来讲的话，就应该比较高。是，对，生产高纯度的，如果条件合适的话，我们也生产这个比如像是这个硅，就比如造二极管，造这个集成电路的硅的话，那在太空生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就是可以生产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太空可以建造，就是说完美的形状，特别是球体。啊，就是如果你要球面镜啊这些类的，对，在太空做的话，肯定会非常非常好。这只是我能够知道的方面，然后还是要看这个成本是不是划算。对，但所以就是说，慢慢的，现在还要建一个所谓的叫做这个国际商业空间站，这也是一大堆都加入了。那商业空间站建成了，可能会开发出更多的东西。商业空间站建成了，没准说中国人你必须把股份卖给美国人。是，有人说了啊，这个就是刚才想这雨衰这位朋友说，这个增加冗余，只要保证质量即可啊。是的，就是你多放几颗星，估计也是可以搞定这件事儿了。就克服雨衰。是，这个是中国航天直播这个事儿就别讲了，人家能播不代表你能播，是这样的。这个可能有的时候你还要惦记溜回来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对呀，我还要回去呢。马斯克搞人工智能不行，电动车感觉也走下坡路，太空产业是不是他未来的商业重点布局？大家注意啊，马斯克的就是他特斯拉是特斯拉，然后呢，SpaceX 是 SpaceX 是两家分离不同的公司。就是他们虽然他同时是两个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是特斯拉现在可能一个是 FSD，一个是它后边那个擎天柱机器人是它未来的方向。电动车的话，它肯定卷不过比亚迪，这事儿不用想，对吧？对。太空的话，SpaceX 可能未来还会单独上市。它现在之所以没有上市，是因为你这一天烧几个，一年烧几个，这玩意儿它上市公司那股市受不了那玩意儿。对他，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想把它做得更大。如果比方说他星舰成功了，星链的这个比方说2万颗卫星了，那时候他上市是一个他能获得多大的？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已经为上市在思考，因为我记得你原来讲过，说整个卫星的网络里边发射和卫星的成本啊，或者挣到的钱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钱是提供服务的钱。那他现在既然可以让手机直接连到星链上去，所以他有可能是想去挣运营商的钱。你必须要有一个大的现金流和利润流回来，才有可能把整个这些东西支起来。对，是这意思。它发射和就是火箭啊什么的这一块大概只占整个航天产业的10%几吧。是，只占10几。所以它如果能够直接连手机的话，它以后只要向所有的手机收 license 费用就完了。就是你只要是造连接我这一个信道的这个手机，对吧？那你就每一个手机，比如给我$10，对吧？咱们每年大概中国是能够全世界吧能够卖掉10几亿只手机，对吧？那这个钱它就回来了嘛。对啊，对，他直接给你收一个 license 费用就完了。而且不一定是手机，未来的可能这种智能设备都会有这个 license。不，但智能设备的量我也没有手机大。就是你需要直接联网的设备里头，肯定手机的量到目前为止还是最大的。
对，然后因为它现在我估计就是一个 license 的问题，因为它就是三星 S24那个手机嘛，它用的是高通巴龙 X75的基带芯片，然后这个基带芯片像什么小米14什么荣耀什么 OPPO、vivo 都在用，所以到时候是可能这些人交个一个 license 的费用就都可以连星链了。对，零重力生产链，这个似乎有研究，很有意思，而且是全新工艺。是的，到那个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别人完全在其他地方造不出来的东西。OK，然后对，歪个楼，现在是如果火星建立基地并大量移民，没准会有新式的国家诞生。哎呀，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去看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无垠的太空还是什么一个美剧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儿歪这个楼了。对，好了啊，在星辰大海的征途，在这个近地轨道半空飘走，搞空间站、太空电梯有多大意义？还是说必须登陆到其他星球搞殖民才有意义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工程上的思考吧。好，我觉得我们也看看还有什么啊，这个其他的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关系都不是特别大了，这个1个半小时了，也差不太多了。这个我们后面再星舰发射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再来解读这个事情，还是很有趣的，对吧？还是不停的在给我们一些带来新的欣喜。对，就是至于中国的火箭发射这个事儿呢，反正我们谨慎的说吧，能说的我们看看怎么说这个事儿。对，然后这个，如果是自己都不太愿意说，对吧？你像这个记者到那儿都能被摁回来，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稍微的谨慎一点，对吧？我们说马斯克，你说他这个头上生疮，脚下流脓，马斯克不会找你啥麻烦的，对吧？没毛病其他人不能说的，对，是。对，这个，所以我们还是尽量说这个最前沿的吧，SpaceX 的。然后我觉得下一次这个波音的呀，这个贝索斯的呀，就是他们的贝索斯叫蓝色起源还是叫什么？对，蓝色起源，然后它那新火箭叫做新格伦，就是美国的一个新格伦。宇航员。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来讲一讲。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我们现在有拜拜。413个人，然后我看看，哇，好厉害我这边388，你那边剩下在你那边。啊！好吧，我这会儿30多，好，再见，拜拜。结束。